美式大 V8环保。美式肌肉车凭借着硬朗的外观、强劲的动力，还有迷人的声浪，一直都是很多好莱坞大片里面的男主角的专属座驾。那我知道喜欢美式肌肉车的兄弟非常的多，那学长也是响应了各位兄弟们的一个呼唤，今天专门来做一期二手美式肌肉车的选购视频。那如果你也喜欢美式肌肉车，最近也有收一台玩一玩的念头，那今天这期视频就一定要看到最后。那提起美式肌肉车，我们最先想到的是哪些车呢？我都能猜到，现在的弹幕里面肯定刷的全都是野马、科迈罗、挑战者这三兄弟。没错，这三兄弟也是目前我们国内能买到比较正宗的肌肉车了。那可能有些键盘侠这时就要说了，什么肌肉车野马、科迈罗那些只能算是跑内靠，挑战者才是真正的肌肉车马斯克靠。行，你说的对啊，你说的对。那每个人对于肌肉车都有自己的理解，那学长最不喜欢的就是跟别人去 battle 了，你觉得对就对了啊。那说回正题，这三台车的二手车市场里面非常的多啊，而且车型很混乱很复杂，有中规的国行版，还有平行进口的各种版本。那我们在选购的时候到底应该怎么选呢？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福特的野马。那野马目前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有第5代跟第6代两代车型。那我们路上最常见的也就是第6代的野马，就是15款之后车灯带3条杠的那一代。那第6代野马也分为前期版跟后期版。那18款之前呢就是前期版了，18款之后的就是后期版。那前期版跟后期版的外观非常的好分辨，我们看这个发动机的机盖，包括汽车的尾灯就能看出来。那机盖上面有2个开孔的就是后期版，前期版的野马机盖上面是有2条金线。那前期版跟后期版的尾灯乍一看好像是一样的，其实如果说你仔细看的话，后期版的尾灯是3个小括号，那前期版的话是3条竖线啊。那前期版跟后期版的发动机都是一样的，低配是 2.3T 的涡轮增压4缸发动机，高配有一个 5.0 的 V8 GT 版。那在硬件层面上，前期版跟后期版最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变速箱，前期版是一个6AT 变速箱，后期版配的是10AT 变速箱。那这俩车开起来的感觉其实还是挺不一样的。后期版的野马这个10AT开起来变速箱的存在感会更弱一些，而且呢整个变速箱的换挡逻辑也更聪明。简单来说就是后期版的野马既可以兼顾日常的通勤代步，也可以兼顾激烈驾驶。那相反，前期版的这个6AT开起来整个的换挡冲击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一些，逻辑也相对来说更傻，驾驶起来的感觉更硬核，更有跑车的感觉。那这2代车的变速箱倒是没有太大的一个通病，就是福特野马的这个变速箱油必须要勤更换。那学长建议4万公里就必须要换变速箱油了。野马的变速箱没有放油螺丝，那在换变速箱油的时候必须要拆掉变速箱的油底壳才能换油。那拆变速箱的油底壳的时候，变速箱油底壳里面有一个滤网，这个东西也要一起的换掉，然后再换上新的密封垫跟螺丝。如果你不换变速箱的密封垫跟螺丝的话，后期变速箱有很大漏油的概率。那野马的变速箱不管是这个6AT 也好，还是10AT 也罢，都比较的金贵。4万公里的时候，变速箱油就已经非常黑了，油底壳的磁铁上面全部都是油泥。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更换变速箱油，这些金属碎屑一旦进入到变速箱的阀体管路里面，就有很大的概率造成阀体的堵塞，而且会损伤阀体。那最典型的症状就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会感觉到换挡顿挫非常的严重，然后换挡的速度也变慢了，甚至有时候压根就换不了挡。所以说想买野马的兄弟，如果说你不想大修你的变速箱，那一定要记住勤给你的野马更换变速箱油。 2.3T 的野马还有一个通病就是呲钢垫，呲钢垫以后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烧防冻液，那严重的话会导致发动机缺缸，然后发动机的抖动会非常的厉害。这个解决起来倒不难，可以换改进后的钢垫就可以完美解决了。还有2个通病是 2.3T 跟 5.0 的 V8 野马共同有的，一个就是这个碳罐的电磁阀比较容易坏。如果说你的野马在加满油的时候，发动机突然就打不着火了，那这个大概率就是因为碳罐的电磁阀出问题了。所以各位开野马的兄弟们，你们在给车加油的时候，尽量不要把油箱加得太满。正常来说的话，就是你把油箱加到正常跳枪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个通病就是野马的空调蒸发箱比较容易漏冷媒。那如果说你的车子空调不制冷了，那就去着重检查一下这个空调的蒸发箱，大概率就是这个蒸发箱坏了。那总的来说，其实6代的野马学长还是比较推荐玩的。如果说你保养得当的话，质量总体来看还是比较稳定的。而且野马的配件非常的多，维修方案也很成熟。野马的优点就是动力强劲，配件好找，而且呢维
修保养也不贵，质量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而且整个车二手车市场里面的保有量非常的大。但是这个6代野马的转向手感非常的差，大家不要觉得野马是一个跑车就觉得它的操控感特别的好，实际上不是的。野马的整车人车沟通感是非常不好的，整个车的做工用料也很糙，就是那种最典型的美国车。不过呢，要说这个做工糙，其实野马还是要比这个科迈罗包括挑战者还是要强不少的。那后面的这俩兄弟更糙，后面学长有机会再跟大家详细再聊一聊。那最后聊一下野马的行情跟购买建议。那现在前期版，也就是16年左右的 2.3T 野马，行情大概在14到17万元不等。那为啥行情能差这么多呢？主要就是因为野马是有中规版跟平行进口版的。那中规版的野马配置要高一些，价格自然也就要更贵一些了。平行进口的野马一般配置都很低，价格也相对要便宜一些，14到17万这个价格区间，大家可以做一个参考。还有一些敞篷版跟手动挡版本的野马，价格要比这个稍微再高一点。那后期版19年左右的野马，大概在18到21万元这个价格区间。那因为各种原因，今年的二手野马行情掉的是很厉害的。其实如果说你现在入手一台二手野马，性价比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聊完了野马，我们再来看一看雪佛兰的科迈罗，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黄蜂。我们国内能买到的大黄蜂分为第5代跟第6代2代车型。那怎么区分5代跟6代呢？其实非常的简单。5代的科迈罗搭载的是 3.6 升的 V6 发动机，配的变速箱是通用的 6AT。那第6代科迈罗用的是 2.0T 发动机，配的 8AT 变速箱。如果说你想买一台肌肉车，想在这美式3兄弟里面3选1，并没有说对其中的哪一款车非常的情有独钟，那么学长就很建议你首选第6代的野马。科迈罗其实这台车我个人是不怎么建议的。我知道各位兄弟们喜欢科迈罗，大概率是因为变形金刚这部电影。但是呢，如果说你买科迈罗只是为了市区代步，那这款车可以说是灾难级的表现。那首先科迈罗这台车的视野非常差，几乎是我开过视野最差的车了。整个人就像是坐在一个很深的浴缸里面在开车一样，后视镜的这个面积真的非常的小，再加上整个车又宽又长，在拥堵的城市里面开非常的容易累，而且特别容易刮蹭。那科迈罗的老款这个 3.6 的动力其实还可以，但是呢，这个 6AT 变速箱真的是太傻了，降档很慢，而且换挡的顿挫也很大。新款的 8AT 变速箱逻辑还有整体的体验要比老款的 6AT 要好。但是通用的这个 2.0T 发动机，你前踩油门，发动机没什么动力，等你油门踩深了以后，这个动力的爆发又非常的突兀。总的来说就是这个涡轮迟滞很严重，动力输出不线性。那如果说你开惯了现在的这些新款的涡轮车以后，你再换这个 2.0T 的科迈罗，你会感觉非常的不适应，很难受开着。那听到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兄弟们已经被劝退去看野马了？那如果你觉得这些你都能接受，说明你对这个科迈罗那绝对是真爱。那学长再跟你聊一聊科迈罗的通病跟购买时候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科迈罗不管是第5代也好，还是这个第6代，发动机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只是对这个油品相对来说比较挑。如果说你家的油品不好的话，科迈罗的发动机喷油嘴是非常容易坏的。那如果说你正常保养的话，其实这个发动机出故障的概率并不大。科迈罗坏就坏在这个变速箱上面了。科迈罗不管是老款的 6AT 还是现在这个新款的 8AT， 质量都是赶不上野马的。大家都知道通用的这个变速箱有一个称号叫做金属搅拌器，对不对？这个称号主要指的是以前老款的横置 6AT， 科迈罗还有凯迪拉克的这些纵置 6AT， 包括 8AT 变速箱要稍微的强一点，但也就是稍微的强那么一点。通用的这个 AT 变速箱非常的容易烧离合器片，大家不要以为只有双离合变速箱还有手动挡变速箱有这个离合器，那 AT 变速箱也是有离合器片的。如果说你的科迈罗包括以前凯迪拉克的这个 ATS， 你在开的时候变速箱的这个抖动非常的厉害，而且换挡的时候这个冲击特别的大，基本上大概率就是这个离合器片的问题了。那这个修起来非常的麻烦，不光是要把整个齿轮组的这个离合器片拆掉更换，还要把液力变矩器整个锯开，换掉里面的离合器片，才能完全根治这个问题。这一套下来连工带料啊，5位数起步，你没有看错啊，修这个变速箱最少要5位数。那如果看到这儿你还没有被劝退，那说明你对这个科迈罗绝对是铁粉。那学长下来聊一聊二手的科迈罗的购买建议，包括它现在的一个市场行情。那学长比较建议的话，就是这个12款跟15款的科迈罗，也就是这个第5代搭载 3.6 升 V6 发动机的版本。15年的科迈罗也就12万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科迈罗的新车其实要比当年的野马要贵的，但是呢，二手车反而同年份的科迈罗要比野马还要便宜。说了这么多科迈罗的缺点，其实这台车如果说喜欢它的人，那绝对是真喜欢，喜欢到你拿棒子都打不走的那种喜欢。
那 3.6 的科迈罗跟 2.0T 的科迈罗，学长其实都开过啊。那野马我只开过 2.3T 的。虽然野马的驾驶感受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呢，如果说硬让我在野马跟科迈罗里面2选1的话，我绝对会选 2.3T 的野马，不会选这个科迈罗。那最后要说的就是这个道奇的挑战者了 ，Challenger。那因为挑战者这台车国内就没有正规的引进过，你看到目前二手车市场里面的这些挑战者，全部都是平行进口的。那先给大家说一下二手挑战者的一个行情啊，那一台19年左右的 3.6 的挑战者，现在的二手车行情大概在33到36万元之间。那当然了，二手车市场里面还有这个键盘值非常高的 6.2T 的地狱猫版本，那这款车的价格都在150万以上了，你没有听错，是150万以上。那不知道兄弟们有没有被这个价格劝退？如果说看到这儿你还考虑挑战者这台车，那你真的是妥妥的富哥呀！那富哥能不能给我这个不持平的 UP 一个免费的一键3连呢？那挑战者这台车没有太多可说的，毕竟我自己也没有开过这个车。但是呢，网传挑战者这台车质量很差，而且配件非常不好找。那关于这点，其实大家可以大可放心，挑战者的质量怎么样，学长不清楚。但是的话，挑战者这台车的配件其实还是挺好找的。挑战者这个 3.6 的 V6 发动机用的跟吉普的这个大切诺基是同款发动机，还有牧马人的这个 3.6 也用的是这个机器，发动机还有周边的零配件其实还是蛮好找的。那至于变速箱用的是这个采埃孚的 8AT， 跟宝马还有捷豹用的变速箱大体结构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要应对不同的动力版本，变速箱里面的这个齿轮的强度，包括还有离合器片的摩擦系数不太一样。那采埃孚的这个 8AT 不像是野马还有科迈罗的 AT 变速箱那么的金贵，8万公里左右换油就可以了。那顺便提醒一下开宝马跟开捷豹的兄弟们，一定要记得定期给你的变速箱换变速箱油。采埃孚自己都没有说自己的变速箱可以终身免维护，那开宝马的兄弟们千万不要为了省那点变速箱油的油钱而把变速箱整个开报废了，那绝对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挑战者这台车的发动机的进气位置非常的低，就在你整个驾驶室的左前方的下面这个位置，所以的话开挑战者切记不要涉水，一定要记住啊，不要涉水，水位稍微高一点点就很容易造成发动机烟缸。刚才给大家聊到的这3款肌肉车，确实最能代表美国车，力大非专，又是油老虎，转向很模糊，没什么沟通感，做工也是不拘小节，相当粗糙，外观内饰很多地方连这个接缝它都对不齐。那如果说让我来形容这个美式肌肉车的话，我感觉肌肉车就有点像《三国演义》里边的张飞，阉人张翼德虽然这个力气大，武艺高强，但是这个头脑比较简单，有勇无谋，长得是5大3粗，一身蛮力。你让张飞在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那还可以。如果说你让这个张飞去织鞋贩履，绝对可以把刘备的产业直接干黄了。看到这儿的兄弟们，明白这个意思吧？没有你们的3连，学长真的快跟不动了。这里是超音速，一档隔壁王奶奶都能看懂的汽车节目，我是吉姆学长，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